火红的枫叶正在骚动，回应轻柔的山风和阳光。这是11月末日本的深秋，我们在河口湖熬过了1天1夜的阴霾，终于见到了完美的蓝天复式。凌晨4点半，决定开车上山，看一眼世界另一个角落的日出。却与粗心大意的小鹿不期而遇。也终于一场夙愿解锁了在日本骑摩托车自驾的乐趣。虽然气温应该接近0，但是身为南洋人来这里就是为了要体验寒冷啊。也正是在这个时节，神明会来到人间，溜达喧哗。海岛的另一边，年近100岁的古董引擎尽情咆哮，1950年代的轻狂时尚依然鲜活。短短15天的行程，与许多的美好不期而遇。这是一趟从烟花开始，以烟花结束的深秋之旅。来吧，跟我们一起走一趟，行きましょう。我们从吉隆坡坐7个小时的飞机来到这边，下午2点来到这边，现在是10点，超级多人。现在是晚上10点，还是这么多人哦！现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去买交通卡，然后赶快坐地铁去到酒店。请选择您所需的充值金额，请插入钱或信用卡，谢谢您。请不要遗漏任何物品。现在我们要去浅草 check in 过夜的酒店，从机场过去还蛮远的，要40分钟。Apa Hotel， 所以来到酒店都已经午夜12点了。这就是我们今晚的房间，很小的一间。明天一大早5点半就要离开，所以使用这张床也就只有4个小时。隔天清晨赶上6点的第一班火车，2个小时半过后，我们来到了日光 Nikko。一到日光车站就被惊艳到了，车站里的枫树完完全全就是金黄色，真的很漂亮。大家秋季来到日光，要记得多拍几张照片咯。而车站的秋色只是一个小小的序幕啊，因为日光的美都藏在山里面。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日光东照宫，也就是日本最后一个武士政权江户幕府的建立者德川家康将军的墓园。他的孙子德川家光也葬在比较低的山脚处。东京在那个时代称为江户，而德川家康就是江户的开发者。江户幕府是日本统一之后的第一个稳定政权，维持了265年。直到明治维新，明治天皇重新夺回权力为止。所以这座德川家的宗庙当然是极尽奢华，彰显德川家的权力。这是他的马房，德川家康的马就养在这边，这边是他的库房，是他的金银财宝全部藏在里面。那边就是主殿了吧，这是他的墓的所在地，他的身体在的地方。现在我们参观完了日光东照宫，
花了大概4个小时吧。其实要仔细看的话，就差不多这个时间了。现在要回去车站那边，因为我们租了一辆车，要过去提车。约的时间是1点，现在是肚子又饿，口又渴，还要赶去取车。走路过去要35分钟啊，坐车就要等巴士，巴士也不知道几点来。顺便带大家看看漂亮的风景。之前几次来日本想看红叶，可是要么就太早，树叶还绿，要么就太晚，叶子都掉光了。现在是11月21日，已经算是深秋了吧？再加上是在山区，原本以为红叶早就掉光了，但是很幸运，日光的红叶季节刚开始，是绿黄红3色的秋景，很漂亮。车是提前1个月就已经在网上预先订好了，也付了全额，所以来到只需要出示国际驾照、护照，再签一些简单的交接文件就可以了。Search phone number and the address. Return when return. This is the parking out. Okay,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ay. 我想在秋天红叶时节的时候，盛景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吧。现在来日光正是赏秋的季节，不过也就因为这样，所以日本的国内游客也很多，所以会有点堵车，然后也很难找到停车位啦。我们想说把车停在这附近嘛，就是神桥的对面，结果没有 parking， 就只能到老远去，可能1公里以外，再走回上来，冤枉。现在我在游园，就是一家专卖本地小吃，特色美食，其实不算小吃哦，东西上的蛮快的，也不便宜，2450yen一 set， 就是这个东西。哇，我先进去吃饭了。这个是 Yuba Gozen， 全部都是豆制品了，就是入味了的season 汤波sashimi。这个是牛董哦，本地的栎木牛。这个呢，就是他们的 Yuba，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腐培，卷成厚厚的一卷，卷成团，然后沾淡酱油来吃。就是淡淡的豆香，还有淡淡的酱油味，可是就是恰到好处，它带有点甜甜的味道，但是没有过分甜。恰到好处的味道。然后我们来尝一口这个所谓的 Yuba sashimi。什么叫 Yuba 啦？我相信华人里面会做腐培的就知道这个东西要怎样弄出来。可是我们不会这样子吃，这个完全就是吃了它的原味。恰到好处的味道，你蘸上瓦萨比来吃，就带点刺激的感觉，就很好吃。可能我肚子饿了。牛董，好吃是肯定的，在日本很少踩雷的，几乎不踩雷，而且这家应该也是老店。这是腌牛肉干吧？很特别的味道，一种山椒的味道。哎呦！来到日光可以来吃这一间。每一样都不错。本来我们想吃对面的西餐，也是名店的，什么炸猪排呀，还是算了。来到日光还是吃这些比较好。哇哦，好香！现在我们要走1公里回去拿我们的车，可是现在已经3点半了，还再过一阵子就天黑了。车是租了11万yen，就大概等于100块新币吧。反正租都租了，肯定要到处去走走的嘛，小心开车就对了还是有点怕怕的嘛。第一次在日本开车，交通规则不是很熟悉，比如说这双黄线到底是干嘛？什么意思？完全没概念。都这个报了600yen，上车。吃过了午饭，天居然就已经快黑了。这个时候车也少了，我们在这里稍微绕了一下，就去预定的酒店。其实一大早刚到的时候就把行李放在这里，是现在才来办理入住。这是今晚的房间了。这间酒店叫做 Nikko Station Classic。这个相比昨天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房间了。那个日光的 JR 站的对面，那个是日光的 JR 站，
停车位是，反正他就给我一张 QR 码，然后明天出去的时候就扫那张 QR 码就可以了。现在时间是5点37分。我刚刚看到旁边那个金属的那个防护栏是有一点点稍微的结冰。现在外面的温度是仪表板上面写着2度。这山路一路上都有一个告示牌，提醒驾驶者们路面会冻结，所以要小心驾驶。这种告示牌在我们马来西亚是根本不可能会有的。我也是看到那个告示牌，我才突然间想起，唔好掟彎掟得咁犀利喎，路面有冰嘅喎。这条山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鹿在觅食，而这个小家伙是最大意的。它好像是在舔路面上的冰，不过也是幸好有它，我们才拍到这样难得的画面。好冷！现在我们在山上，就是那个市区附近的山上吧。这边有个展望台嘛。我们一大早起来，不是一大早起来哦，我们4点半起来准备，5点15分左右吧才开车上来。上到来刚好看到日出，但是太冷了，我不知道我的电池可以顶多久。日出了，还蛮漂亮的。好啦，看完日出，我们现在回去吃早餐。酒店的早餐千万不可以错过啊！我们就是为了酒店的早餐而旅行的，没有啦，开玩笑。我们现在退房了，柜台给了我们一个 QR 码，用来还 parking 的。哦，真的是免费哦。Yeah，alright， 好了，就这样。那我们现在把行李放上车，时间不多啊，我们要赶在那个公共巴士开行之前，先去那些比较远一点的景点，那么人就会比较少一点。现在我们要去坐一个林志平的 roadway 缆车。要去看一个独特的地貌。行きましょう。而家幻想緊自己揸緊一趟豆腐車 A186睇前面發夾灣，掟灣，踩油落雅。掟
刚才经过一轮法甲湾飞车，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明治坪。我们要坐这样子的缆车上去那个方向。这样独特的地形，我是第一次见哦。山势形成了一个大碗，装了一山谷的水，可是又有一道落差很大的缺口，湖水从缺口倾泻而下，形成一道很高的瀑布。这道瀑布的名字叫做华岩瀑布，是日本3大著名瀑布之一。那湖和瀑布开车都可以去到，从刚才的观景台再往前开5分钟就到了。可是时间有限哦，瀑布我就不去了，直接前往中禅寺湖。来日光也可以考虑住这边。Ambassador to France， 法国大使馆在这个湖边，法国大使有没有太爽一点？秋天的中禅寺湖也是名胜，只可惜这个时候今年的枫叶已经掉光了。这里就是中禅寺湖。中禅寺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庙，居然没有想到要去看中禅寺，只想到要来看中禅寺湖。这湖就是宁静了，远处的山层层叠叠，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吃个午餐，等一下就要回去还车了。现在11点多了，应该就吃个午餐刚刚好。1点要还车，还车之后我们就要去下一个城市。还车就在这边。Nippon Rent-A-Car 原本还车时间是1点，我们还车的时候应该要快1点20分了。不过幸好他没有罚款还是什么之类，所以现在我们要正式离开这个漂亮的小镇了。现在我们正在前往Nagano长野，天黑之后再回到Nagano。现在我们在 JR 大宫站里面，情况有点复杂。问过了那个站务员以后，有了答案。现在我们要去找那个站台，不过这个站还蛮多东西吃的耶。我们去到Nagano的时候，应该已经很夜了，7点了，所以那些店都已经关了。是希望在这边找到一点吃的。带点便当上车是最实際啦。駅弁，反正就倒下去了。这牛肉饼还是不错的，不过在日本很难会有不好吃的东西，匆匆忙忙买的也都还 OK。我们的火车是5点17分，现在5点了。订我上车是2点半，现在到Nagano是6点几分，对，6点40分，而且中间要转很多趟车，不简单。天完全黑了，而且相当的冷。肚子好像又饿了。这间叫做什么明治亭？明治でNagano，它的名物是寿司卡苏丼，这个就是它的招牌卡苏丼寿司。哇哦，好加！这个牛舌不过很少，很小一份。牛汤哇，2440円。床一张。然后整个房间就这样子了。不过好处就是它就在火车站对面，走过来还不用1分钟都不用，所以是很方便的。这边我们会住2晚。长野是我们这一趟旅行的第一个重要目的，我们要去看长野的惠比寿秋季烟火大会，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行程哦。所以我们再次安排了租车，那么到烟火大会会场就不用烦恼交通的问题。
还可以再多去一些公共交通比较难去到的地方。我强烈怀疑这个是老年车，那个字这么大。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叫做清水寺，京都也有一个清水寺嘛 ，Kiyomizu-dera。这个是不是叫做 Kiyomizu-dera 我就不知道，反正它的汉字就写作清水寺。原本还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去错地方啊，因为实在是太乡下了。反正它就是一条村的里面，然后直到我们看到背后的景色，真的是全红哎，完全是全红的嘞，全红，这真的红叶，第一次看到，完全是全红。360度全是红叶，我看镜头是完全不能表达现在的震撼，反正就是一整个红。短短的一条隧道不到50米，可是五颜六色，红黄青，红是鲜红，黄是鲜黄，太漂亮了。这些日本人全部都在きれ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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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旁就是すごい，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第一次看到这种深景啊，太漂亮了。OK 了，我们先点餐了。这个是鲷鱼，这个是丝鱼，撒盐熟成尾鱼，火烤兔呢。来，哇，我看我是够了。OK，您的餐点即将送达。您的餐点。OK 的，耶，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在日本吃全自动的回转寿司店。哎，怎么出去？好冷。走吧，现在我们要去长野，晚上有一个烟火秀哦，一个烟火季，就是整个日本秋季唯一最大的烟火季。可是会有点麻烦，因为肯定会堵车。然后我们开车的话，要把车停在哪里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们先多过去看看。刚刚把车停了下来，前面就是烟火大会的会场。然后我们来之前呢，就先在 Google Map 上面研究一下要把车停在哪里，就决定就是停在这个 Sports Depot 結果呢，咁啊絕世好橋梗係唔止我諗到噶嘛，係嘛？大家都係咁諗噶嘛，所以整個停車場其實是滿的。而且有警察在那个入口处控制车流，刚这个满车的那个牌子，阻止别人进入哦。所以开始这趟行程的目的就是来看这个，然后问题就是要怎么来看呢？其实它是有卖票的哦，然后票它又卖完了，然后想想这个烟花，它放到高空的嘛，反正你在哪里都看得到，你买票干嘛呢？所以以这个想法为前提，我们就在周边找可以看的地方，结果就找到这个 Sports Depot， 一路上都在塞车，这是100%肯定的，塞到会场，然后再塞着出回来。所以虽然警察在周边已经放了告示哦，劝诫大家不要把车胡乱停在会场周边的停车位上面。不过我来了，就是告诉警察说我要进去买东西。反正我本来就是要进去买东西嘛，还幸好有一个小小的停车格，那么就给我停下去了，就是最后一个空位。大家用的都是这一招啦，好多人都是从 Sport Depot 里面走出来，然后走去会场的。暗夜里跟着其他日本游客摸黑走
果然就来到了会场的地点，真的是超多人的，不需要票就可以看了，所以真的是没有必要买票的啦。而且当地人是怎么样享受的呢？由于现场是河边的地坝，有很大的斜坡，所以他们是带了垫子、棉被、零食、日饮，直接就躺在河堤的斜坡上，盖着棉被看，真的是爽到爆。因为这里气温很低哦，应该接近0，我是真的冷得受不了，所以他们盖着被子，一边吃热泡面、喝热汤，一边看烟花，你说爽不爽？简直就是天才啦！日本的烟花大会一般都是在夏季，所以这个长野惠比寿烟花大会是日本秋季少有的，也是这个季节最盛大的，每年举办一次。这一次已经是第118届，历史相当悠久。而烟花由本地的商社赞助，所以会分很多段，有的很长，有的很短，应该就是看商社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最长的真的很精彩，又巨大又艳丽，在现场欣赏真的会被震撼到。这个现在就是现场的气温了，比市区会更冷。1个小时太需要了，我冷到半死，来个热烤串，好舒服。这个是 fry 鸡薯 fry， 好爽动。好了，花一个晚上500yen，打发进去了。OK 的，500yen办一个晚上，算是便宜了吧？昨天走了这么多，5块钱，500yen，太夸张了，真是太省油了。这个探多，大家吃探多。我们现在还车，还车是很简单的，它只是要检查你走了多少里数，还有那个油箱满不满。外观方面的刮痕什么，他一点也没有看。主要不是太明显的，他也不会去管你了。所以现在我们吃个早餐，然后我们要去善光寺。这个就是地方特产信州荞麦面，这个是传统的口味冷的，然后这个是喝汤版本。日本的佛庙是有分派别的，但是这一间，因为它供奉的是第一座来到日本的佛像，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宗师之类的地位了，所以这座庙是没有派别的。它里面有4个主要的重点建筑啊，第一个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山门，当然还有主殿，然后还有一个钟灵塔，然后还有一个长间阁。主殿里面就是供奉着从印度经过韩国来到日本的佛像，所以如果你在日本看到一个佛像，然后左右两边有2个菩萨的那种佛像形制呢，它就是以日本最早的佛像为基础的一种设计啦。所以善光寺就到这里，现在我们就去找吃的。我们又来了 Meiji Day 名物寿司卡兹丼，这一次就好好的叫有饭的吧。这个看起来是赤味噌，可是其实它不是，它只是一般的那个tonkatsu寿司。他们的招牌也就是这个，这份是1910yen，有虾，然后有瘦肉。
这个是1690元。吃完这一顿，我们就要回东京去上野，坐车大概2个小时。上野駅 Ueno Station 啊，完蛋了！这边楼下酒店楼下就有一间烧肉 Hormone， 就是吃内脏的地方，还蛮想吃的，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吃。今天的房间就这样，也是小小的一间，厕所嘛，standard。反正这是我们能找到在上野区最有性价比的一间。刚才楼下一大堆那些小吃街，还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赶快把行李放下，就出去走走看。这边就是阿美横丁哦，这一带有好多古着店哦。阿美利加亚，这个阿美利加亚我进去看过了，里面有很多那些重磅的牛仔裤啊。这边就会有这些2战美军风格的服饰啦，这些叫做阿美卡基。以前会有很多那些越战时期、2战时期的那些叫什么鬼 surplus， 然后现在当然都没有了啦，几十年的都卖光了。现在很难找到真的东西，而且它很大间的哦，这样子算一间的话，它大概有5、6间，全部在前后很多的。这边有 Levi's， 还有 Murasaki Sports 卖板的哦，所以这边是有很多这些美式风格的店哦。如果你也是这种 style 的，那么上野这边就适合你，所以叫做一图定一钱通，一图定一钱多里，应该完全就是跟以前的美军有关的啦，这个地方。那么我要找的那个古着店到底在哪里呢？找到了，在这边。伊诺亚，这些都是卖古着的，也不是古着啦，反正就是复兴的了的啦。真正的旧货已经卖完了。这些都是新生产的，刚生产的。不过8点他们就关门了，8点全部就关门了。这阿美利加亚这条街，整条街都是了。第一次来，慕名而来。这边就是竹地市场，太热闹了，到处都在排队。人太多了，我们往里走着走着，来到了这个比较新的市场。这里的人流没有外面那么多，东西也比较便宜。适逢11月，正是日本的螃蟹季节，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来日本的目的之一。所以今天吃饭的目标很明確。これ、はい、はい、慢点。哦，原来里面有位置坐的嘞，那就太好了。这个它是真热了的，开出来的味道很香，真的很香。哇塞！哇，好酱，好酱，好酱！很甜哦，很甜哎！哎呦！很甜，好好吃。哇！爽吃了一顿多肉又鲜甜的长脚蟹以后，我们来到了明治神宫外院。原本是要去找一家店，从地铁站出来，发现人群都走向同一个方向。好奇之下，我们跟着走，
才知道原来东京居然有这样的美景。这真的是绝美的隐性大道。恰巧碰上了杏树刚好全黄的时段，下午时刻阳光也正好金黄色，好多附近的上班族都趁着下班后赶过来拍照约会，而且连各大电视台也来了，所以今天应该是最漂亮的时刻。就这样让我凑巧碰上了，运气还蛮好的嘛。今天是11月25日，所以大家如果也是类似的时节来到东京，记得来这里沾一沾绝美的秋色哦。期待，这个是吃内脏，Hormone的内脏。昭和52年创业，也就是1977年。好，进去了。ご注文こちらの QR コードから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失礼します。こちら野菜盛りになります。昨天本来是在文字烧和这一家 Hormone 之间2选1，最后选了文字烧，脑袋进风了。体验一下什么是文字烧。刚才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剁碎碎，现在看起来就好像呕吐物一样子，好像你喝了酒，出来呕吐物一样的东西。来，我们来看看它的 texture， 係咪好似咧？點解會好食咧？咁我哋就嚟試下啦。關於昨晚的文字燒呢，就沒有必要再浪費篇幅去多講了。我們還是言歸正傳，看看今晚的烤肉比較好。这是牛肠、牛肥肠。哇！哎呦，牛小排。哇，好香，好香，好香！牛舌头。哎呦！牛肥肠。哇！太深了，再稍微烫一下，对，刚刚好，非常香菇也好吃，牛肉加香菇，对，すみません。change，はい。OK。肥牛。这是牛肝哦，牛肝，肝不错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Yakiniku Dragon》，就是烧肉龙。这部电影就是讲述了2战结束之后，滞留在日本的朝鲜人的那种状况啊。当时有的人要选择回去北朝鲜、南朝鲜，或者是留在日本。当时他们是很穷的，主人翁就是一个开烧肉店的小老板。故事就围绕着他们这一家人展开，是非常感人的一部文艺电影，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日本的烧肉文化是从韩国进去的。明天呢，我们要一大早起早去富士山，希望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了。戴手套，戴钢盔，出发。这一集富士山不给面子了，我们下一集见。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喽。